我先问你，光真的需要走一年吗？估计很多人都会说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光年，顾名思义就是光走一年的距离，光肯定得走一年吧？但如果我告诉你，这个答案只对你成立，对光本身来说，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？这可不是瞎说啊，我们先把概念拆开。光年本质是距离单位，不是时间单位。光在真空中的速度是29979,2458米每秒，这是目前物理学中最稳定的常数之一。一年大约3155.76秒，把两者相乘就得到一个巨大到难以想象的数字，约9.46万亿公里。这个数字有多大？如果你开车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不停地跑，需要1亿年以上才能走完，是不是已经有点失去直觉了？但问题不在距离有多大，而在于这个一年是谁的时间。听起来有点绕，对吧？但这正是关键，这个一年是你的时间，不是光的时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光有没有时间？如果你没接触过相对论，这个问题听起来会很奇怪。时间不是一直在流逝吗？钟表不是一直在走吗？但一旦你接受一个事实，一切开始变得危险了，光速不变。无论你怎么运动，是迎着光跑还是追着光飞，你测到的光速永远都是29979,2458米每秒。这个结论有多反直觉？你可以这样想，如果你以接近光速去追一束光，你直觉上会觉得光应该慢下来一点，对吧？但不会，它依然是那个速度。这就像你拼命追一辆车，但无论你多快，它始终以同样的速度远离你。问题又来了，如果速度不能变，那变化只能发生在哪里？答案是时间和空间。接下来这一步很关键，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。一个经典装置光钟，上下两面镜子，一束光在中间来回反射，每一次往返就是一次滴答。在地面上，这束光是上下直线运动，路径最短。现在把这个光钟放进一艘飞船，让飞船以极高速度匀速飞行。你站在地面上看，会发生什么？光不再是上下运动，而是走一条斜线。因为飞船在前进，光必须一边上下反射，一边向前移动。路径变长了，但光速不变。那时间怎么办？只能变慢。于是你看到飞船上的光钟变慢了。你这边过去2秒，飞船上可能只过去1秒。你这边滴答滴答，它那边可能是滴答，是不是开始有点诡异了？而且这不是看起来慢，而是真的慢。类似的效应已经被反复验证，比如高速运动的 MU 子在静止状态下寿命极短，但当它们以接近光速运动时，寿命会明显延长。再比如 GPS 卫星，如果你以为导航只是靠信号，那你就低估它了。GPS 系统必须同时考虑2种相对论效应，速度带来的时间变慢，以及引力带来的时间变快。综合下来，如果完全不修正，每天大约会产生38微秒的误差。听起来很小，对吧？但换算成距离大约是10公里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相对论，你点的外卖可能会送到隔壁城市。是不是突然觉得这玩意儿一点都不抽象了？好，我们继续往极端推，飞船越来越快，越来越接近光速，会发生什么？时间膨胀会越来越明显，慢到什么程度？慢到几乎停止。注意，是几乎，因为有质量的物体永远无法达到光速。但我们可以做一个极限类比，假设有一种存在可以以光速运动，这一步很关键，因为接下来的一切都会彻底颠覆你的直觉。会发生什么？时间膨胀达到极限，趋近于0，长度收缩也达到极限，运动方向上的空间长度被极端压缩，趋近于0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一个物体前进的方向被不断压缩，压到几乎没有。2个效应叠加会出现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结果。我们用一个具体例子来感受一下。从太阳到地球距离大约 1.5 亿公里，光需要8分多钟到达。这是你测到的结果，但在无限接近光速的极限类比中，这段距离会被压缩。压缩到什么程度？趋近于0。时间呢？同样趋近于0。问题来了，如果时间趋近于0，距离也趋近于0，那还存在过程吗？
你可以认真想一下这个问题：如果一件事情没有时间间隔，也没有空间跨度，那它还是运动吗？在这种极限描述中，从太阳到地球不再是一个持续8分钟的旅程，而更像是一个没有时间间隔的事件。也就是说，在这种类比下，它没有经历旅程，不是很短，而是没有被体验。你甚至可以把它理解为起点和终点被折叠在了一起。这一步，如果你真的理解了，你的直觉其实已经被打破了。但还没结束，我们再把这个逻辑应用到光子。光子没有静止质量，它天然以光速运动。这里要强调一点，在严格物理理论中不存在光子的参考系，但我们可以用刚才这个无限接近光速的极限来类比它，结论就很清楚了。对我们来说，一束光可能跨越了几千年、几万年，甚至更久才到达我们眼中。你看到的是过去，但在这种极限类比下，这段旅程没有被经历。当你看到一颗10000光年之外的恒星，你看到的是10000年前发出的光，但在这种极限描述中，这束光没有走10000年，它只是从发射到被你接收，这两个事件之间没有时间间隔。是不是开始有点不舒服了？但更诡异的还在后面。如果时间趋近于零，空间长度也趋近于零，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熟悉的时空结构在这个极限下发生了改变，时间这一维被压缩，运动方向这一维空间也被压缩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宇宙在某个方向上被压扁。当然，这只是形象类比，不是严格物理描述，但它揭示了一个关键点：宇宙的大小和时间并不是固定的，而是取决于你如何运动。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，你如何运动决定了你看到的宇宙是什么样，是不是很神奇？我们再把问题拉回最开始，光年，光真的需要走1年吗？现在你应该有2个答案了。在你的世界里，需要；在接近光速的极限描述中，不需要。甚至可以说，1年这个概念本身就失效了。所以真正颠覆直觉的不是光走不走1年，而是时间并不是统一的，它是相对的，可以被拉长、被压缩，在极限情况下甚至趋近于消失。你有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活在自己的时间里，速度不同，时间就不同，位置不同，时间也不同。这听起来像哲学，但它已经被写进工程现实。最后，我们换一个角度问一个问题：如果有一天你可以坐上一艘接近光速的飞船，对你来说可能只过去几年，但地球已经过去了几十年，你回来还属于那个世界吗？你还在和他们活在同一个现在吗？当时间不再一致，我们还能说在同一个世界里吗？光年看起来只是一个单位，但它真正揭开的是一个更深的问题：你看到的宇宙究竟有多少是真实的，又有多少只是你的视角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它值得你反复去想。